一般上在马来西亚，尤其是要拜拿督公的时候，我们都会泡一杯 kopi o， 因为拿督公就是老一辈的马来老人。他们都比较爱 kopi o。通常我们看到的神龛都是只有拿督公，然后为什么这个会有一个观音的像在旁边呢？那也是一个当地的一个乡野传说。来到我的办公室，那这是我们拍过的其中3部电影。像平时有一些演员来 casting， 我都会在这里见他们。然后当然我们会架一个摄影机会拍摄。是这个地方来 casting 过范冰冰？有。第62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奖的是蒂姆范冰冰。这一次跟范冰合作是蛮多人都会很惊讶的，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说想不到你会跟范冰冰合作。他说，范冰冰的外表跟名气好像不是你电影的那个氛围，好像不太契合。那我说，对，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后来，因为我们用了8个月的时间跟范冰冰下乡，然后去观察她，我会选择她。我们真的是用了一段时间去评估，当然不是不相信她。我跟大家一样，就是对于范冰冰就是一个大明星，一个很漂亮、很精致的一个女演员。可是她能不能演那么土地的一个角色，然后要吃苦，要当一个解浆师，然后要当一个农妇，基本上我也在担心。当我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她已经放下身段，然后愿意配合。我当时就跟范冰说：“你想接演这个电影可以，但是我不会为了你而改变整个剧本，也不会为了你而妥协，用你原本的样子。你能够让我完全摧毁你的样子吗？”那没想到当时他完全的答应，然后他跟着我学语言，跟着我父亲学解浆的一些技术啊，一些经文啊。他们连走路，连夏天，连蹲下来，他都会问我这么蹲可以吗？完全就是把自己掏空给我们。你是为什么会特别喜欢用长镜头？这也许跟我过去喜欢躺在稻田看天和地的那段岁月有关系吧。因为我基本上你的那个视线其实就是天空占一半，稻田占一半，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稻田随着那个风在吹。而且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去家乡拍我第1部纪录片的时候，我在拍摄很多移动的镜头，可以剪接的镜头。那直到我最后拍停格的镜头，是完全就回到我童年的时候的那个视角，就是完全仰卧在那个稻田，然后那个稻田被风吹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河浪。那整个停格的镜头放在那边整整20分钟，我发觉到原来我不需要那么贪心拍很多移动的镜头。其实在一个停格的镜头里边，我们以为镜头是不动的，可是万物却在动，时间在流动，河浪在流动，天上的云在飘动。很多人以为很容易拍，其实长镜头最难拍，它其实是特别有一种你是在静观着一个生命也好，静观着时间，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表现特别美好。
这个地方是五月雪其中一个拍摄的场景。那当中就是万芳有一场戏，然后在2018年5月13号，他来到吉隆坡寻找他父亲和他这个哥哥的坟墓的时候，他就来到这个妈妈档。那这个地方当然在513事件，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的地方，它算是一个重灾区。这棵树以前在1969年513的时候，它是一棵苍天大树。那一天发生事情的时候，有一些来不及回家的人，就躲在这一棵大树下，就是树里边刚好它有一个空间，大概躲了大概20-30个人挤在里边，他们躲了一整夜。然后当时他们很平安度过那一个晚上。后来他们就立了这个神龛，就有观音跟这个拿督公来感谢他们。我想整个吉隆坡应该很难看到的，就是拿督公跟观音是供奉在一起的。后来我们在做这个社区考察的时候呢，发觉到它相当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穆斯林的妈妈档，他们其实也非常愿意继续保留，虽然宗教不太一样。那我们知道拿督公他本来就是本地的所谓的马来人土著，那观音就是华人从中国带过来的一种民间信仰，所以你会发觉到两种不一样的信仰合而为一，就形成了一个这个社区的一个守护的神明。所以这个神龛其实已经有大概50多年了。通常我们看到的神龛都是只有拿督公，然后为什么这个会有一个观音妈的像在旁边呢？那也是一个当地的一个乡野传说。当时候，这个拿督公报梦给当地人说，他想要跟当地的华人通婚，所以他们就找来了这个观音。所以后来很多不同的一些说法，就形成你看到他们都会放那个印度人的花圈，就两个人好像是结婚一样。每一个传说都有它特别的用意，还有当地人的想象。所以我觉得这些想象当中都有一种代表了人对这片土地的一些向往跟尊重。你冇去到大馬下掉咗咩？拿督公嚟啊嘛！清将包围。我家里边是神坛，我父亲是解将师。我觉得我常常都会被问，你有没有遇过鬼啦？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灵异的事情啦？坦白说，我当时其实不太想回答这样的一道问题，因为当我回答有或没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处于一种在信和不信之间，甚至大家用一种猎奇来看待你。那后来，因为开始接触到一些田野调查，再加上做了一些民俗的研究，我就改变了一些心态，就觉得说，想要用一种比较人类学的方式去看待我成长的这个环境里边所身处的这种民俗信仰的一个大环境。有时候你看见或没看见这件事情，它其实可能就在你身边存在，你就把它当成是万物皆有灵，它就跟你在同等的一个空间的使用权，万物皆有灵这样的一种概念视角，它其实就是一种我们不要常常以人作为一个我是全世界或者全宇宙最有智慧的一个生命体来看待。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在整个环境或者整个世界宇宙的观念来说，我们所知其实很少。我常常都会回答说，不要去在意灵异这件事情它到底存不存在，最重要的是去尊重在宇宙间万物皆有灵。那后来当我在写电影
在创作的时候，我开始就用万物皆有灵的这个视角，去构想很多的一些镜头的语言，包括像南屋，有人在问为什么那个镜头那么低，我说那是一只蜻蜓或者是一只蚊子视角。到现在拍了4部电影，我跟我自己的摄影师，我常常都说，这个是要万物皆有灵的视角的。我们不光只是要用人去看待事物，我们开始用一种比较很卑微，甚至很谦卑的这种视角去看待世间万物的整个人文景观。属于张吉安电影的特色是什么？像去年我遇到李安导演，他看过我的南屋，看过五月雪，然后看过地母。那我就问他看了我电影有什么，他就说这就是很张吉安的电影啊。那我也认了。当他们说电影类型很张吉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是在重复性的做同样的一些东西？其实每一个导演一辈子只拍一种电影，像小江二郎，小江二郎他一辈子都在拍他爸爸的故事，他妈妈的故事，他家人的故事。我大学研究有写过小江二郎，我看过当时候一些日本的一些学者有写过，说拍来拍去都是那些陈腔滥调的家庭故事，都在拍同一种电影。当然当时对他是一种批评，后来慢慢的大家都接受了，没问题啊。那小江二郎他单单他的家庭一辈子那么长，肯定很多故事说不完的。人生从1岁到100岁，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故事。如果每个10年都是一部电影的话，他就可以拍成10部电影。那你说这个导演他是在重复自己吗？他只是在记录着每10年一个阶段的故事。やっぱり自分たちで作り出すものなんだよ。分かったの。やっと今。お互いに信頼するんだ。お互いに愛情を持つんだ。那你会担心观众看不懂你的电影吗？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要看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有一次老师开了一部美国电影叫《Citizen Kane》，他刚好也问了我们问题：你们看得懂这部电影吗？当然，我们看得似懂非懂，就有一点闷。老师就跟我们说：你知道吗？这部电影当年很多人看不懂，这部电影当年票房不好，觉得这部电影一无是处。结果当这个导演去世之后，所有的影评人都选这部电影作为电影的榜单的第1名。看，你拍了一部电影，你死后观众看懂了，我不需要在我在世的时候人家看懂我的电影。我希望有一天我不在了，人家看懂我的电影，我也觉得会特别安慰。